香格里拉这个地方真的太离谱了，这边这个云真就1分钟一变，然后现在阳光洒下来超级好看。你看这边这个雪山，已经有一点这种日照金山的感觉了。你看，哇，这边这个光彩还真的好好看。就说真的，这次其实没有这么冷，整个体验比我们之前拍那个别的地方的样片要好很多。但是还是有一个人不大受得了，我们的首席炸鸡员大成。现在我们海拔大概3500米左右，他就顶不住了这个湖南人。然后这一次还是老规矩，我们来拍样片，你想怎么用都可以，商用什么都行。我们带了一些非常新、非常有意思的设备来做我们这次的样片拍摄。然后这次陪伴我们的载具是这辆我们借到的比亚迪的 SUV 猎装版宋 L， 这辆车还是很帅的，602公里的续航，然后整体的智能和驾驶体验都相当不错。所以让我们在这边开始我们这一次香格里拉的样片日记吧。真的像梦一样。I can see it all, the color of the morning when summer turns to fall. Gone from what it was, quietly unfolding right in front of us. Words and tales from storybooks can't compare, their night is good.Looking at you now. 香格里拉这个词有着很浪漫的象征，你心中的日月就是它翻译过来的意思。他想说，在这片高原，任何你能找到平静的地方，它都是香格里拉，而不仅仅是地图上某个标记的点。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从现在在的这个香格里拉市国家认证的地方作为起点，我们将一路沿着214国道驶向梅里雪山，一路拍过去。这条路线虽然不像318国道人声必驾那么响亮，但是当晨雾从山间升起的这一刻，我想你也会觉得我们来迟了。说香格里拉这边别的真的都很好，超级漂亮。你看纳帕海这边，但最遗憾的一点就是这边你没有办法飞无人机，就它这边是全域禁飞，就禁飞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你整个城市里面都不能够飞这个无人机。所以说应该算是最严的一个地方。我们这次其实已经升到了这个政府的这个飞行许可，但是你会发现你其实有了政府的还不够，你得有这个军方的，然后还得再有空管的，有3方的这个许可要拿到才能够让你的飞机起飞，所以就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然后我们等会打算再跑远一点，去拍一点这种航拍。然后这边你看我们有个随时待命的机子，可惜现只能临时放一下。本来的话要是做个海绵垫的话，就可以让它长期在这边待命。理论上在纳帕海这边有概率，非常低的概率能见到丹顶鹤，但是如果我们拍不到丹顶鹤，我们应该能拍到黑颈鹤，那个鸟还是多一些的，就不知道今天能有什么收获了。我们的小老弟已经登机了，走吧。你看，打鸟师傅。这个镜头现在是上了600毫米的镜头，上了增倍镜，然后就是你看那边那个马，我这边这个焦段拍出来是这样的，就贼离谱。然后你看我们带的第2台机子比较有趣的是这个 Cine B， 这台机子我们还挺神奇的，就是我本来以为我们就是去提一台，然后我们这样可以拍点样片，但结果我们发现我们是全球的第1台。这台机子我对它印象还不错，这个整体拍起来也挺方便的，动态范围也很大。但是说真的，就到今天这个时点。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你让我分辨一台微单的画面和这台的画面，你有信心你能100%分出来吗？不能，就真的不能，分不出来。哦，那是大鸟，这是什么？这黑颈鹤是吧？嗯，黑颈鹤。I know you'll find some peace of mind wherever you are. Till the headlights glow, the radio can't tear the miles apart.But I hope that no one tells you that you fell away too. 遗憾的是，我们在这等待了一整天，天上开始飘起了大雪，终究也没有任何一只丹顶鹤出现，毕竟这是个很稀有出现的生物。但是当我们离开纳帕海禁飞区的时候，太阳又从漫天大雪中露了出来，于是我们意外地收获了第1组雪中的航拍样片。I know you'll find some peace of mind wherever you are. Till the headlights glow and the radio just tear the miles apart. I hope
咱就是说，这个异形服装通常不在我们的这个日程列表之上，但是今天来到这边，我们触景生情，然后我们就换上了这个传统的民族服装。好，我长这样，李成杰、飞龙、阿棉、万千，来吧，各位，选一个你觉得你最喜欢的。3、2、1，挑选你的坐骑。挑选你的坐。然后我们打算到这边来体验一些这个叫什么比较地道的东西，尤其是食物类的东西。然后这边据说最靠谱的食品叫做折耳根，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鱼腥草。你们都吃过吗？没有，你们都没吃过，那你必须得尝一下。这个种好东西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吃。来，我们去找一个。哇哦！他家有新鲜的折耳根，有新鲜的折耳根。一盆，5个人1份。对。哦，好，谢谢。哇哦！我记得我见过的折耳根是很小一根，对，我也记得很小一根，它为什么这么粗啊？这和人参一样。难道高原地区的长得比较丰盛？对，他已经我已经开始打嗝了。快咬一口大的！哦，你的嘴里有个赛里木湖，真的好腥哦！就很腥。真的假的？让我先笑会。他直接在攻击我。哦，好，酸奶，好吃，还很甜。我是个特别嗜甜的人，糖会给我大量的快乐，我不吃糖就不行。我个人最喜欢吃的糖是口力汉堡糖。就那汉堡糖，我超级爱吃。我是直接买那个人家店里面批发的那一箱，不是就是一个巨的箱子。在我童年的时候，因为没有足够的零花钱，我是拆开来一片一片慢慢品尝的。现在我最喜欢就是报复性消费，狠狠的吃。我觉得这是长大以后的一大优点，就是曾经我需要省着吃的，比如像脱肥，对吧？你记不记得？大家记不记得脱肥？脱肥还得冰着吃，得冰着吃，然后你还得一个椰果吃。现在我这。所以你们最怀念的食物是什么呢？小编也很好奇呢。加入战场吧！哇哦，我有好久没有到过这种人这么多的地方了，因为我们公司太偏了。怎么说？我派最大的 I 人，你去先加入。拉上，来走，跳。这种人太恐怖了。哎呦，他们是怎么拐过去的？这是我们年后第一次出来拍样片，但是相比于一些定制化的节目，我感觉这样的节目形式至少让我个人会感到更加自由一些。那现在我就像是一个拿着相机扫街的游客，看到好看的东西就停下来拍一拍，好玩的事情就把相机放下参与进来。那另一方面讲，样片日记不只是为了拍到好看的样片，我们拿着镜头走走停停，带你看到陌生城市的新鲜感。如果说日出日落的景色不是每天都能遇上，那这种街头巷尾的光影交错，应该是每个来到香格里拉的人都能感受到的旅行的平静。你好，小迪。我在。导航到梅里雪山。你要选择第几个？第一个。现在我们海拔应该挺高了，我感觉耳朵都有耳压了，有这种压住的感觉。我想说的是，这个比亚迪的这个云辇 C， 这个避震还是挺好的，非常细腻。你看我现在不管是加速还是刹车，它都不会点头，它整个的这个均衡度非常好。然后我们的小老弟们今天就会比较疲惫一点，样片多拍几天以后，整个人精力就被抽干了。快，大成讲了一个笑话，冷笑话。动物园里，什么动物最安静？不知道什么动物最安静？猩猩。为什么？因为它悄咪咪。啊？因为它驱动的时候，它会悄咪。太难蹦了！你能讲出任何一个阳间的现代化一点的这个冷笑话吗？哦，现代化，那么就讲个关于无人机的笑话。啊、雾系列最强的无人机是哪一台雾3。No， 是雾1。为什么呢？因为 We are the champion，
My friend。你睡觉吧，大家睡觉吧，受不了了。你不睡觉，我反而难受，我比犯困还难受。你知道我为什么睡不着？嗯，因为没礼物睡不着。我不知道对香格里拉有什么那种形容词吗？就是说这个地方有多美的，你们也知道这种词吗？这你看我没什么文化啊，但我就说你像这个像漫画一样的云，真的别的很少地方能够看见。然后我们就把我们车停在这边，现在临时飞一下这个雾山。这边就是当然有一点小可怕，就是尽量别靠边。你看这边只要踩空的话，还是很恐怖的。首席雾山炸鸡园配上我们的这个。首席雾山炸鸡园的云台手。他当时也在场的。他也在场。他是控云台的。哇、好帅哦！我还是这句话，雾是真的帅，就和别的无人机都不一样，对吧？我觉得这真的就是我见过最帅的一个飞在天上，不见了，啊，在。我以为有时候最帅，然后我以为已经撞到树枝上，已经掉下去了，吓死我了。看你们两个飞，我一直觉得非常可怕。我来看看，我看看，飞无人机是个很微操。其实还好，就无人机，我其实一定程度上享受它瞬间丢失信号的那个瞬间，就是你失而复得的感觉，你不觉得很好吗？那要是没有复得，那需要帮你关机吗？这就说到那个我朋友那个李杰林说，最好的感觉是虚惊一场，但是当它变成真的时候，那感觉就不好了，没有出现我最不想看到的情况。哦，这个挺好看的，这个飞一个。香格里拉在我心中已经变成了最适合自驾的景点之一，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只要你每开过50公里，你就会遇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貌，前面是森林，后面是雪原，再是高山，可以说是买一赠十。加上瞬息万变的天气，有时候你的无人机刚降落下来换好一组电池，再起飞的时候，刚才的云已经变成了雪，太阳已经消失不见，就像是游戏引擎一样，一切瞬间都变了。不得不说，这辆宋 L 它的续航还是挺长的，非常持久。我们一路开过来，已经开了好几百公里了，现在还有大概剩40%多的电，我们还可以继续跑。白马雪山就是这了，你看，下面还热得要死，上面就已经是白雪皑皑，全部都是雪了。现在他们在那边飞雾山，然后我面前，你看就这么大一片。雪山，还有这边的盘山公路。我在想，因为这2天我看到那个 OpenAI 用的那个 Sora 那个系统真的很恐怖，能够生成各种各样你想象不到但看起来很真实的视频。这会让我就会抛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拍的样片到底有没有意义？就是将来是不是可以直接生成，都不需要来到这些地方，它就可以生成非常近似于这些我们拍到的素材的东西。但或许是有一点自大，我就会想。世界上总应该有些东西是 AI 算不到或者算不出来的吧？像有很多那些稀有罕见的那种光那种东西，假如说你没有见过，你甚至连和 AI 描述都描述不出来。所以很多时候都说人的想象力就只被限制在自己的认知里面。这也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目的吧，就希望我们看到的一些有趣的东西或者罕见的风景能够被记录下来，也能分享给你，然后你也会知道哦，原来世界上在有一天有一个时候会有这样的风景。但是时代的进程真的也挡不住，你很难自欺欺人的说，就是我们现在拍的东西一定会比 AI 生成的更好，
这一点我觉得几年以后就会被颠覆。但是总归有这个旅途吧，有这个体验，可能是我们唯一能获得的。这一次这个样片日记还是时间稍微缺了一点点，但是我们素材量已经挺够了，一样的你都可以免费的来使用，我还是挺开心的。开年之后能够出来走这么一圈，同时也非常感谢比亚迪宋 L 这辆猎装 SUV 陪伴我们走过这一趟旅程，真的还是很帅的。那最后的话，就让我们用雪山的样片，如果梅里雪山的后面会加上，来作为我们这次香格里拉样片日记的重点。我们下期再见。